Hello，大家好，毛毛，我哋依家喺荔灣區嘅陳家祠，咁我咧就有幸收到邀請，可以現場參觀陳家祠嘅灰塑修復工作嘅。一陣咧就會爬上屋頂㗎，近距離咁樣睇文物嘅修復過程㗎。Go！咁陳家祠咧係逢週二休息嘅喎，要嚟參觀嘅話就一定要睇好時間啦。閉館日嘅好處咧就係你會霸佔一個陳家祠啊，空無一人。我哋陣間可以靜靜咁睇一睇陳家祠嘅建築啊。咁屋頂上面嘅呢啲彩色嘅浮雕咧，就稱之為灰塑，又叫做南海灰塑嘅。咁呢啲咧係珠江三角洲一帶傳統建築中廣泛運用嘅一種建築裝飾藝術嚟嘅，係用石灰為原材料，然之後咧加上咗發酵過嘅稻草、草紙，經過反覆嘅錘煉之後咧，製作成嘅草根灰同埋紙巾灰，然後咧就根據設計好嘅圖案現場製作嘅。咁一般咧係先用草根灰嚟塑形。之後咧就用紙巾灰嚟細塑表面嘅，咁等乾咗之後咧，最後就塗上呢個顏色啦。咁至於工藝嘅話咧，一陣咧係會有位灰塑國家級嘅傳承人親自講解嘅。灰塑國家級傳承人邵成春老師給我們介紹一下灰塑的建造的一個工藝。灰塑的保養維護之中，讓大家去親歷這一個保養的整一個過程，或者是大家會知道它整一個情況，或者是它的用料。他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工藝？更加的了解到，我們整個陳家祠博物館裡面的灰塑，它是怎麼做的？做出來以後，它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為什麼我們嶺南古建築，它要做這麼多的灰塑？其實它做得漂亮之餘呢，其實最重要的是給大家介紹是它的材料的應用，或者是它在那個年代沒有現代的科技，連電都沒有，它怎麼能夠做出這樣的建築呢？它為什麼能夠做出這樣的建築，能夠保存這麼長時間呢？這才是我們要發出深思的一個考慮的一個原因。其實呢，我們的灰塑很特別啊，它是集了我們整一個嶺南古建築裡面所有的用灰技術，這才是它的關鍵。包括我們蓋瓦用的稻草灰，批牆體它用的紙巾灰，它砌磚用的灰油，還有它畫線用的礦物粉、磚粉。包括它砌石頭用的紅油灰，那我們的灰塑是什麼呢？它怎麼去能夠在這個環境之中能夠生存呢？其實它有更多的是智慧在裡面。所以我們經常講啊，到陳家祠這個博物館啊，有很多就看到來到，哎，它為什麼會做成這樣呢？它為什麼能夠這麼長時間能夠保存下來呢？它100多年前在做的時候，它運用的是什麼？到就可以了，帶個麥嚟翻譯。想通過更多的讓大家去了解到我們老祖宗是從什麼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其實這是古建築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最大的特點是融入自然。大家只是看到的是一個表面，只是好看，其實它真正的價值是怎麼去融入到自然。所以呢，他做了這些灰塑，大家在看的時候就感覺，哎，它漂亮要來裝飾給我們看。其實不是，它是要真正的是給這一個建築帶來的一個平衡自然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環節理解的是我們這時候灰塑之中，它用的是什麼材料第一個，它用的是灰塑嘛它用的所有的材料呢都只是一個石灰這個就是石灰了這個就是我們灰塑裡用的一個最主要的材料，煉的材料叫石灰。那這是石灰呢，在我們中國來說呢，它已經有4600人這個用灰的一個技術。可是呢，到了現在為止呢，我們中國做到是建築狂魔可是居然是將我們這個灰全部消失，不允許用了，在我們現代建築裡面不允許用的，那是為什麼呢？講一下你就知道為什麼不能夠用那這個材料最主要是一個石灰了，所以叫灰塑了。所以呢，它裡面呢就有柴米油鹽糖其實柴就有2種第一種叫稻草，示範個草根灰咧，屌，唔係你攞草根灰出嚟，弄俾人睇咩？所以呢，大家要明白的是，他為什麼要用稻草？我在講課的時候，有很多學生，還有很多我們去大學的時候，有很多學生，為什麼我們還用這麼土的東西呢？他們就會問我為什麼用這個？我說這麼土的東西，它已經可以日曬雨淋幾百年，那我們幹嘛要丟掉它呢？而且是它的作用，大家都不明白的時候，我們現在追求的只是一個強度，可是我們老祖宗追求的是什麼呢？
软它就在里面，所以我们用的是稻草灰啊。菜这个有材料了这个就是稻草灰的一个材料了。呢個叫草根灰啊，即所以呢個溝埋嗰啲。这个是加在石灰里面發酵以后呢，它就里面的纤维呢，它就会起到一个结合在它的骨架上面，所以这个叫稻草灰了啊。还有一种是叫紫荊灰它这種紫其實年紀大啲就知道啦，呢個叫係元寶嚟喎，係啊，呢個叫元寶紫。那為什麼它也算是材呢？因為這種紙漿它是最主要是什麼呢？是用竹子的纖維去做的。但為什麼要用竹子的纖維呢，而不用其他的纖維呢？因為通過石灰的發酵以後呢，竹子的纖維它通過發酵以後呢，它才會更加柔軟，而且是它抗裂跟它的耐久性它會更長。所以這才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要傳播的一個價值，而不是我們睡的糧食都是竹子去做的。以前我們上一輩的人呢，他們會扔進那個我哋叫石灰凼，泡過之後呢，他才拿出來要來鋪在床上。他為什麼要做這一個步驟呢？就是因為第一個石灰發酵，第二個是什麼呢？它會去除那個蟲蟻。第三個是什麼呢？當睡的時候，它裡面那個竹子會排出一種碳酸鈣。會越睡它就會越涼快，而且是越有保護膜，而且是又可以殺螨蟲、殺細菌所以這才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智慧，而不是簡單的是我們用的是什麼材料。所以這時候才是我們要讀懂的，而且是我們要理解的是我們老祖宗他憑什麼能夠做出這樣的東西，他憑什麼能夠做出一個陳家祠？這130多年以後，我們現在想來，你還要掏錢買張門票才能夠進來呢，而且是你來到這個陳家祠以後，咱們就是來到這個陳家祠去找的時候，你想找個缺陷還找不到，這就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建築水平我們最高的一個怎麼去與大自然的一個結合才是一個重點。所以呢，這一個小小的一個材，它就有是什麼呢？這一個是稻草灰，這一個是紫荊灰。稻草灰是坐在裡面的，紫荊灰是坐在外面的。那稻草灰要解決的是熱脹冷縮，因為它是軟的，幾百年它的強度都不高。紫荊灰它是硬的，它坐在外面。它為什麼要坐在外面呢？它要防止的是雨水對這一個灰樹的沖刷，所以呢，裡面是軟的，外面是硬的。它要解決的是兩種，一個硬一個軟的一個結合。好，那這一個就是紫荊灰，它可塑性它就非常的強而且是它柔軟柔軟，而且是它可塑性是非常的強，所以它就做成了兩種灰這個是紫荊的一個灰你看它的紙的纖維你看它的紙的纖維，它就是從這一刮起來它這是紙的纖維就在這裡了，是不是所以它這種紙漿通過石灰的發酵以後呢，它保存更長的時間，這才是我們要知道為什麼這一個老祖宗只是用灰，它就能夠解決我們建築上面所有的粘合的一個材料。所以這才是我們要不斷的去理解，這是不是我們現在的只是追求的一樣東西我們要強要硬，可是強硬只是一種的時候，它就沒辦法去解決有更多的問題我們的灰裡面還要加入這種糯米，那有很多就問我們的灰樹為什麼加入糯米呢？為什麼加這些東西呢？其實單是一個石灰的時候，它比較脆，而且是它的支負強度不高，而且是它的支負力量不好，所以呢，我們加入糯米以後呢，解決它的強度以外，它還要解決一個支負的一個問題。即係等於我哋啲糯米粉點解要煮熟咗之後佢黐咧，佢黐黏咧，佢就加石灰亦都係起到呢個作用。因為講普通話有時候要通過白話去搭配才能夠講給大家聽，會更加明白所以呢，這些智慧不是簡單的是加了以後，它完全它的配比就不一樣。強度就不一樣，硬度就不一樣，支負就不一樣。這就是我們老祖宗是通過了一個不斷的積累的一個經驗跟技術。所以不要只是簡單來到，我們哪些地方是最好呢？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寶貴的東西，可是是什麼呢？大家不明白的，所以就感覺哎呀，這麼多東西太落後了，怎麼樣？我說落後的是我們呢。我們現在的高樓大廈，它還沒有辦法去保存上百年、幾百年了。可是我們一個石灰一個灰樹，它做出來就能夠歷在幾百年這才是我們要關注的一個點它加了米以後，它解決是一個強度問題，還有油我們的灰樹裡面還要加油，這個油就不是咱們的植物油花生油或者是調和油，這個是桐油
桐油它为什么要加桐油呢？它第一个是要它的骨架，因为它要打钉子扎骨架，所以它为了解决这一个骨架的一个强度，而者是它的密实度，它就在做好骨架以后，它就加入一点桐油灰给这个骨架，增强它的支负，增强它的强度，所以它就变成了又是另外的一种灰，叫桐油灰啊。那它还要加入盐哦，有很多就会感觉，我们这个不是在厨房吗？因为我们以前老祖宗没有科技啊，没有科学，没有放大镜啊，没有什么，他用的是什么了？不断的去尝试，加什么东西，怎么解决问题，不断的去尝试。可是尝试出来的东西呢，到现在我们居然全部丢了以后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盐的一个技术，居然是将我们用了4600年的石灰全部砍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加入盐以后呢，去发酵的石灰呢，它才能够充分发酵，它才不会出现有爆灰仔的现象。因为是什么呢？以前我们没有加入盐进行去发酵的时候，它经常今天做了5年10年以后，它的灰依然在墙体劈了下去，它依然会爆灰仔。90年代到2000年包括我们所有的建筑都很多都是用石灰进行劈墙体。可是它加了在水泥里面加了这些东西，加了石灰以后呢，它会爆灰仔的一个现象。那国家没办法去解决又不知道是加了盐它发酵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就只能够是想是什么呢？砍掉它，我们所有的建筑都不允许。居然是将我们这一个最好的材料，也是在现代社会里面用的最长的一个粘合混合材料，居然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居然消失掉所以我们为了去保护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更多的去提倡我们为什么这些东西要这样用，为什么老祖宗有这个智慧留到我们，居然我们去消失，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没有尊重过，就感觉到好的东西它为什么不会立竿见影呢？就是好的东西它是要通过时间的沉淀，通过不断的积累就讲完最后一个，因为时间关系因为所以它还要加入糖所以呢，这个糖呢，它是解决是什么问题呢？解决是我们灰塑做在户外，它必须要硬化它的表面，所以呢，我们要加入糖，所以我们的灰塑在户外才能够去做。因为是什么呢？广东的潮湿度大，时间长，而不是3、4月份的时候，它湿度大的时候，它靠什么呢？去硬化呢？我们就必须要加入糖，让这个灰在1个星期之内去硬化它的表面，那它就可以，里面还没硬化，它就能够解决了这些问题了。所以呢，它加入糖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里面的硫磺跟积水去达到它灰的一个催化硬化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要记住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材料都是非常的简单可是呢，它的加工就会比较复杂其实这些复杂呢，也不是很容易得到，因为有很多书籍还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是记载着这一方面的技术。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是我们老祖宗的。我的任务是什么？怎么传播给你们，让你们去知道我们的文化价值、工艺价值。好，其实呢第二个步骤我们就是要叫只是我们做灰塑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构图了。为什么要构图呢？因为我们都是在屋顶上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构图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构完图以后呢，我们第二个就是开始叫扎骨架所以我们就像现在打上钉子，然后是用这个骨架去连接起来。为什么要连接这一个骨架呢？最主要是什么？它是灰跟怎么去跟整一个建筑去结合的时候，它靠的是一个骨架。靠的是骨架跟建筑里面去连接起来，所以这才是一个扎骨架的一个过程了。因为现在只能够讲给大家听的，其实只能够用个木板去讲给大家听等一下有机会，你们有时间的可以现在做的是整一套，你们都可以做。这个就不是木板了，这个是我们灰底里面让你们去体会。第三个就是我们叫稠根灰、草根灰了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刚才讲的那种做底部的一个灰将整一个金属结构去包裹起来，做成它的形状其实呢，这么浅的，只是做一次就可以了。其实做到像瓦因石子这么大的话呢，我们最起码要做15次到18次的厚度。因为做这种灰呢，它有一个特性，必须是每一次不能够超过3公分，因为它太厚了，它就会收缩，就会裂，而里面那一层它就越来越收缩的厉害。所以呢，这些都是有规定的
所以呢，这是就是的一个工艺的一个流程它为的是什么？里面要软，外面要硬，所以它才能够更好的去结合在一起这一个就是在几经灰的基础上面，色灰定型。那色灰跟几经灰又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要做色灰呢？包括陈家祠很多的灰树，它就会要做色灰呢，就是什么呢？你做了这个色灰以后，这个灰树就你能够保存下来，这个底颜色就依然能够保存下来，就做了一道色灰。而且是什么？做这个色灰是给多了一个机会，给师傅们重新塑造一次，塑造的更加完美。那你看这一个做了色灰，跟没有做色灰的，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做出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要做色灰的一个效果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由于我们都是远距离。所以为了去达到一个更好的去调节这一方面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个色彩的一个问题呢，去解决它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好比说外面做了色灰以后呢，我怎么去调整，或者是我做了出来有什么缺陷，怎么去调整？所以就通过了一个上彩去决定了它整一个效果。好，最后一个步骤树的步骤就是上完色灰已经完成了，最后一个步骤叫上彩。其实有很多不明白我们现在的人用什么东西去上彩我们现在是用丙烯，用乙胶漆，用那个叫油画颜料，用什么东西去上彩？可是我们老祖宗不需要，我们老祖宗需要的是石灰进行去上彩，所以它是石灰水加了这一个颜料，然后进行去上彩。其实有很多不明白，他在户外怎么去固定，他怎么去收缩跟平衡它这一方面的东西呢？其实它最重要的是我们老祖宗对这一个材料的一个了解，它会吸收跟排放，所以在吸收的过程之中呢，它吸水，然后排水的时候呢，它将里面的碳酸钙带出来表面，然后固化在它的灰树，将那个颜色锁死在它的灰树里面。它本身就一个灰就能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还用丙烯，用什么材料？丙烯的材料它只是60年才能够才出来的一个材料，那不是上彩是最容易的一个关键吗？这不是最容易的一个工艺技术吗？其实不是，上彩是我们整一个灰树里面最难掌握的技术。是什么呢？要掌握的是湿度，你做的灰树的湿度，上彩的湿度，或者是你要掌握的气候的湿度。好比是今天下雨，我们的上彩就成功；好比是今天太干燥，我们就要喷水加水才上第二次彩。所以这时候才是。整一个灰树来说呢，最难掌握的是上彩，人家上了彩有个固定，然后吸收，然后在整一个灰树里面固定起来。那現在大家對這個材料、對這個工藝了解以後，咱們就看看現場。今次可以近距離咁樣觀摩到灰塑嘅修復工作咧，係真係非常之難得嘅。灰塑咧大概係10年先至修復一次嘅，所以對上嗰次咧係2015年。它長青苔，它長這些霉點，長這些東西，它為什麼出現這個情況呢？最主要是什麼呢？最主要是我們這些灰樹，它是會吸水跟吸氣，你看。它瞬間就會吸掉。那在吸的過程之中呢，是什麼呢？因為我們老祖宗在做的時候，他不知道現在有 PM2.5啊，有汽車尾氣啊，有酸雨啊這些，所以呢，它在吸收的過程之中呢，它吸了進去以後呢，它只是起到一個淨化的一個功能。因為石灰它是可以殺菌淨化啊，所以它在淨化的過程之中呢，它沒辦法去排出來，所以呢，它就變成了一個霉點的一個問題啊！你看它長了青苔，長了這些東西啊，所以呢，我們為什麼我們的灰樹為什麼會起到一個平衡的一個功能呢？它最主要是能夠呼吸，它在呼吸的一個過程之中，好比是咱們今天噴了水以後，它吸了進去，它靠的是什麼？陽光照射的時候，它釋放出來。那這就是為什麼要做灰樹的一個功能。而且壓在這些地方的時候，它要起到這個防風的一個作用。好比是你看這個屋子啊，大家在看最前堂的這個屋子這麼高大，它壓在頂上的，最主要是要解決一個颱風的一個問題，還要解決濕度的問題，還要解決熱的問題。所以它做了這些灰樹的時候呢，它就阻擋了一個熱氣流的一個旋轉。所以呢，無論你是吹東南西北風啊，你的熱都不能夠影響到我下面居住的人。這就是它的一個智慧的一個功能啊，所以呢，在這些吸收的過程之中，你看了剛才一噴水了，它吸了進去，原來是它在陽光照的時候釋放出來，所以在吸的功能過程之中呢，它就保留了很多裡面我們現在的雜質啊，這些能夠就保存在它灰樹裡面，所以我們必須要每隔幾年我們要對它進行一個維護保養。我做維護保養第一個步驟是什麼呢？叫
脏的东西的时候，在洗的过程之中，哎，你就知道它將裡面的脏的東西跟它已經腐蝕過嘅點樣講已經腐蝕過的那個表皮的那些呢，都能夠清洗出來。你看，用這些毛刷將它洗乾淨好比是這些還沒洗乾淨的，還要進行繼續去洗。你不是，你看是不是將那個髒的東西能夠洗出來了？是不是？所以這才是我們為什麼要做清洗的一個步驟。清洗過以後呢，我們就下一個，這一個是石槽，是一個沒有做的，讓大家看的石槽是清洗過的。清洗過以後呢，大家就會看見了，這是有裂縫，有這些東西為什麼要進行修補？就是因為這是金屬的結構，它會膨脹，膨脹的時候就會炸開了它的裡面的灰的一個結構，所以我們要進行一個修補了。像這些有一點點缺陷的這些我們要進行修補了大家還沒修補的時候，你就知道它為什麼要做成這樣大家在看的時候你看這是小鳥你看這是一個骨架的一個膨脹的問題所以呢，我們要進行一個修補的一個過程了這是缺了一點點呢，我們要進行修補的一個過程好比是這一個是修補過的，你看修補過它也是瞬間的去吸潮，你看好比是它有裂縫的這些，我們也會稍微的調大一點點，然後去補上灰上去好比是這些的話這一個翅膀它不是有一點點缺陷，我們要進行修補這時候我們也要進行，因為它這裡比較多那個坑坑洼洼嘛這時候我們也要修補，然後再進行去一個上彩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能夠用現代的材料去做呢？好比是我們用水泥去給它修補，那修補以後呢，它就有一個缺陷是什麼？由於它的熱脹冷縮的係數不一樣，所以它會撐爛撐開它撐開它原來的裂縫，然後是什麼呢？然後是沒辦法去解決它互相之間的結合，而且是用回這種原來的材料的時候，它的結合面就非常的好，因為是什麼？它是同樣的一個收縮跟強度，所以它會上百年、幾百年，它依然是用回這種最傳統的材料進行去做是修補了。修完以後呢，我們第一道灰就是刷灰水去上彩。那為什麼我們要刷灰水呢？這個材料怎麼去調這個顏色？你用的是石灰水，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一層灰水呢？這層灰水是一個底顏色，其實這層灰水是起的是什麼呢？起的是固化它整一個礦物粉原料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是什麼？新刷的灰水，它的鹼性、它的強度、它的叫碳酸氢鈣講個科學就非常的強，所以它靠的是什麼呢？靠的就是它吸收。這個做了原料以後，它在吸收的時候，它在吸的時候，它在下雨或者是水分的時候，它吸進去，然後是排出來的時候，它將這種碳酸鈣帶出來表面，然後固化它的原料在它的灰素裡面。所以它這個時間它需要1個星期或者是15天之內，它才能夠完成它的一個功能的一個作用。所以在這一個保養維護之中呢，你就看起來它由那一個步驟一級轉過來的是4、5個步驟以後，它就會達到這一個效果。其實達到這一個效果以後呢，我們做的是最後的一個效果是上彩上完彩以後呢，它的功能、它的作用、它的效果也是一樣它的吸收率、它的一樣的材料所以呢，它才是一個最傳統的一個技術。其實這些技術我們在做的時候，我們在做這種文物保護的修復的時候，我們一定要遵從它的原則是什麼？原工藝、原材料，這樣去將這一個材料修復出來，然後是什麼呢？我們現在不是要它怎麼漂亮，要它怎麼好，就是我們保持這種工藝以後呢，讓我們的後人將來也能夠得到更好的這種技術材料，它的運用，它的效果能夠達到更好的一個展示，讓他們去領略到這是工藝技術的一個特點。其實我們在給這個陳家祠的灰樹做文物保護是給它什麼呢？洗洗澡，抓抓螨蟲，然後是給它穿上衣服只是做這一個步驟。如果是我們不做文物保護，像剛才第一個那個現在是7年左右如果是我們更長時間，它吸得越多，它對灰的影響就會越大。時間越長，它排放的一個濕度就沒辦法去平衡，它的灰就更容易去朽掉。整一個工藝的一個製作流程啦師傅，你哋仲有冇話負責邊啲地方嘅呢啲文物修復㗎？我哋係有好多咁我哋有光孝寺啦，最近有光孝寺嗰度啦，有其他嘅寺院啦，國家級文物嗰啲咧，我哋基本上都係有參與去保養維護修復嘅。咁即係你話舊年咁啦，就同光孝寺嘅藏經閣做咗一條
2.70米高嘅一條單獨嘅鰲魚，係廣州嚟講現時喺屋脊最高最大嘅一條灰索鰲魚。哦，好犀利啊！江孝寺未開放嘅嗰個藏經閣最高嘅點。期待藏經閣。幾時開放？哦，你喺離遠可以睇到，但係未入得去啫。離遠可以睇到。指邊個位啊？最北靠唔係最篤篤，最篤篤靠醫院靠市一嗰邊。靠醫院嗰度。係啊。好大啊嗰間。幾個江孝寺最高嘅一個建築嚟嘅。咁啊，佢嗰度咧，舊年就做一條2.70米高嘅大鰲魚啦。我想問嗰啲色。遲下咧會詳細拍攝2期陳家祠嘅介紹影片，會係全網最詳細嘅介紹。依家咧仲整理緊資料，會盡快拍俾大家睇㗎。咁今日視頻咧就到呢度啦，中意我視頻想食地道粵菜咧就關注我頻道啊，點個 like 分享俾朋友仔，下期見啦，拜拜。